哎，我发现这边好像有很多那种豆荚的娃娃，是不是？好多。这是摘的吗？这个是保佑啊。哦，保佑的。就是保佑的这个寓意。你在大门挂，就是保佑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啊。这叫什么？保佑身体健康。你天天来摸，让自己上身，自己的高兴了。对你这身体的有点小凉嘛。我可以摸一摸吗？可以摸了，摸了，没事的。哇，好结实啊！哎，它这个是种子还是什么？这个在里面它有个圆圆胖胖的，圆圆胖胖的。但第一个是一个中药了。也是一个中药。中药啊。哎，你看还有响声。你们刚刚看到的是布朗族很多家庭都会挂在门口的豆荚，它们是用来祈福保佑平安的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来到了云南的景迈山。我是昨天晚上8点到这里的，我坐了3个半小时的火车，从昆明到普洱，然后再坐了4个小时左右的大巴，从普洱的高铁站到景迈山，所以前后一共花了将近9个小时。现在是第2天的早晨，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你可以看到天已经慢慢亮起来了。然后到达之后，我就放下行李，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出门逛逛。然后就看到了你们在视频开头看到的那户人家，那户家庭。那这是颜色是这样的，泡出来就是。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那个花是吗？这个就是那个米兰花，很漂亮。到吃了，不搞了，白供的呢。你们家里面也有种茶吗？还是？有啊。有啦。也有。有啦，每家都有啊。每家都有啊。每家每户都喝茶。每家每户都有茶的。都是看你这个手工做的方法是方法。你爱我家的茶，你喝的是你为自己，你家这个茶好喝，你卖得得，你不卖得得，这种啊。那户人家的爷爷奶奶特别热情，他们给我倒花茶，是一种叫米兰花的花茶，然后还招呼我吃水果，还带我看他们门上的豆荚，聊生活，还有彼此的不同，因为他们是来自于一个山里的少数民族，他们这个少数民族叫做布朗族。然后我是在浙江出生的汉族。没吃过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更好哦，这更香。这个是中药。那这种啊。这个是什么中药材吗？好吃。这个是一种药，它减肥。你们自己的手机里看，手机里有了。这个是叫蜜蒙花。我查一下。这是一种花是吗？像啊。也是你们家自己种的吗？我们自己那个在山上面种的。那你们的是叫蜜兰花。蜜兰花。蜜兰花。你们就在手机里面挂，有什么作用？你们就在手机里面看见了。他们还种一种特别的花茶，叫做米兰花。他们会把花晒干，然后保存。然后这位布朗族的妹夫，他专门给我泡了一杯米兰花茶。你可以听到我身边有好多动物的，有很多鸡的叫声吗？现在是早晨，你可以看到，不远处有一棵很大的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等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，有一棵像西兰花一样的树。有些叫蜜兰花，有些叫蜜蒙花。在手机里你直接放。我看到了，叫米兰花。
有什么作用？你们慢米慢看。兰花，它是一个中药了，最好喝了。这个不敢说这个呢。谢谢。米兰花茶。那最近这个月4月份应该就是茶，你们要那个茶园里忙不忙？最近这两天，最近几天忙是吗？我们正在忙着采茶。摘茶是吗？我们采茶，天天采茶，因为这里讲究头春。头春呀，就是春茶啊。春茶，头春茶。就是叫头春，刚刚走出来的茶叫头春。叫头春。刚刚发芽出来，我们马上就会折了。这就叫头春。明白。哇，很香啊！我们弄地那就。好，我给他拿，谢谢。就是米兰花的好香啊！这个是地道还什么不香啊？还有泡10泡啊，10泡10泡，泡10泡，就是一次的泡10泡。这个可以泡10泡了。我以为一包泡10泡。这个这一泡还没有香多少，这上这是更香。越泡越香。越泡越香。我发现这边有好多人在那个烤这个菠萝，是吗？好多人在烤菠萝。就是你们习惯吃，如果吃剩的话，一会吃剩了，你想烤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烤了。在景迈山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种茶，也会种一些蔬菜，比如像菠萝、芭蕉、香蕉，还有玉米等等。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给自足的状态。这个是你们自己种的吗？我们自己种的。你们自己种的。什么都种。玉米，还有香蕉是不是？香蕉也自己种。香蕉，还有芭蕉。车来了。结他的粮食我们种。没事。大家过来吧。等这个车过去。蔬菜也都自己种。那这边有没有就是说类似于菜市场啊？你们可以就是有去集市上面买菜啊之类，还是说大家都是自己种的？我们大家自己种。都自己种。我们不用盖子买。我盖子月来地铁业来买地铁。礼拜5这是盖子。我们礼拜5啊。礼拜5叫什么？我们盖子的。有那个杆是吧？那边在那边那个茶王。远吗？茶王那边。大树茶。你们叫茶王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吗？明早上你们自己看看。明天几点啊？随便你们自己走了。就往那个方向走。7、8点早上。往这个马路过去。500米就到了。那近了。往这个马路过去。指这里去，其他岔路不能进去了嘛。知道就看见了。这个是这个是干的芭蕉。你们吃啊？可以吃。可以吃了。谢谢。尝一下。尝喏，来尝。干芭蕉。谢谢。这个是干的芭蕉，不是香蕉。干了吗？晒干。晒干。甜甜的。什么都没放。什么哪里放啊？就晒干了。好吃。谢谢。生态。谢谢。木瓜，我好像第一次。这是他们自己种的。木瓜。这个皮能吃吗？我家的有了。很甜哦。然后我们继续聊天，这个70多岁的叔叔，他给我们指了他旁边92岁的母亲，92岁的奶奶。刚刚过去了一个敲钟的一个人，好像他们每天早晨就会有好多声音，比如说有鸡的叫声，有敲锣的声音，还有唱歌的声音，就好多，还有鸟叫声，好多声音。我们刚刚聊到了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是这个寨子里年纪最大的，她已经92岁了。妈妈多大了？她有92。92岁了。我都有70了。看不出来，一点看不出来。他会看着我们笑。我们在这年纪最大就是他。这个寨子里面。中国的寨子最大年纪就是他。 92岁了，奶奶。
我的头发都白了，还比他白了呢。你不摘我都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对。我也是他的儿子啊。我是算老大嘛。老大，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啊？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们5个弟兄，五个弟兄，一个妹子。哦。听说我叫妹夫。妹夫，你妹夫，明白。你们都住在一起吗？住在一起啊。全部都在。那是个大家庭了。不是在一起，我们都分家了。哦，分开一起住，但是都在这个寨子里。都在这个寨子里面。还有我们这边还有一棵树。那棵树是吧？到晚上3点半4点半，听他们放嘛3点半才开花。晚上。凌晨3点半开花。凌晨3点半开花。阿斌在了。是昙花吗？储藏。是那个树是吗？那个古树吗？你见走吧。就是那个我看到了。那个是凌晨开花。3点半。那然后白天它就白天就关掉了，不见了。哎呀，这样。那神奇。那晚上看不到啊。晚上是看不清楚，它很高，是接在上面，因为我们远一点，我们每天都见了，但是晚上看的时间我还不会见到，因为时间太，那时候正在睡觉的时候。也是3点多。然后我们又聊到了布朗族的取名方式。他们取名的方式跟我们汉族的不一样，我们汉族可能就是跟父亲姓，比如说我姓郭，然后我爸爸也姓郭，如果我有兄弟姐妹的话也姓郭，但是在布朗族他们的取名方式就不一样。为什么我们聊到这个呢？是因为我的班级里面有一位同学，他就是布朗族的，他是西双版纳人，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姓，他姓癌，虽然说是癌的读音，但他写作岩石的岩，也就是这个岩石的岩，在做布朗族的姓氏的时候，他是读癌字的。然后跟这个叔叔聊天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们是按照排行来定名字的。他是版纳的。版纳的布朗族，我们都是布朗族，都是一样。都是布朗族。版纳的布朗族还是多。然后他的姓是他姓癌的。是吧？癌就是我们我也是癌。你也是姓癌。他是老大。老大他就是姓癌的是吧？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老二就姓倪。老三就姓商。每家每户都这样吗？就这样啊。为什么你们汉族嘛姓一那你们是按照这个老排行然后来姓的。老大到老五。老大到老五。国的有国的。老大就是癌。老二呢就是倪。老三就三。那老四呢？老四就塞。再来啊。塞。我不要了，谢谢。老五就叫五。五就叫五。那跟我们就不一样，我们就可能跟爸爸就完全就是跟爸爸一样。像我妹子叫姓鹅。也是就是女性她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不一样。那我还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是我那个同学他爸爸也姓癌，然后他也姓癌，原来他是家里的第一个，所以他就姓癌。不是，我们不知道这种。其实它是一个岩石的岩字，但是它其实是读癌字。还有布朗族、傣族，基本上相同了。都一样。我们文化都是一样。文化差不多。我们文化都用傣文啊。傣文啊。对，我看到了。你们没有见过傣文啊？没有见过。见过，但是不会读，不认不出来。也不会写。不会写。我非常感谢这座山，还有这座山里的人，他们朴实勤劳。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就是这片大地、这座山的灵魂。
然后在这样一次完全陌生的相遇中，我昨天晚上到了，然后出去逛一逛，就遇到了这么热情的家庭。然后在景迈山，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样的非常朴实的农家。然后在这样陌生的相遇中，我们通过交流，通过聊天，彼此认识对方的文化，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感动的。这种连接很短暂，但是也非常珍贵。我小时候听说普洱茶，觉得普洱是个很遥远的地方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。但这次来到了这里，当我第一次看到普洱茶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是哪些人做出来的，是谁每天在这个大地上面劳动生活，我觉得那一刻好像所有跟普洱茶的这些印象都像小点，像一张网一样连接在一起。他们会在家门口挂豆荚祈福，他们也会在夜晚围炉煮茶，然后吃水果聊天。女人们会穿着鲜艳的衣服，戴着很夸张漂亮的耳饰，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美，非常真实。好了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了，然后我想带大家在寨子里面逛一逛。然后我是 Cle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它长得有点像一颗西兰花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旁边还有很多芭蕉叶。你每家每户都会种一点花啊，种一点植物。这里有一只小狗。然后他们还会放很多茶。拜拜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茶。好的，谢谢。慢慢过去了，你早就来玩了。明天再来玩啊。